死者生前应该是受到过强烈钝器撞击，但他致死的原因应该还是缠绕在脖子上的绳索导致窒息死亡。卡卡，哥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我只是以目击证人的身份提供下线索，我保证不参与任何案件调查。卡卡，我帮你问过了，现场的监控录像的确被人破坏了，找不到什么痕迹。这早安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，真让人担心。他刚才不是还在？人呢？早安，人呢？衣服的褶皱应该是脱动导致的。手上的血迹，他摸过自己的伤口？不对，应该是抓了什么东西。从目前的情况分析，谢正荣是先被钝器击晕后塞入彩球，当彩球炸开时，身体坠落，导致颈椎被拉扯断裂致死。但是，从谢振荣失踪到备用彩球被提出来的时间段，大概是晚上的6:30到6:50。现场所有的监控录像都被黑客破坏了。我们排查了一下，没有不在场证明，又有犯罪动机的有3个：仓库管理员庞宏伟、调音师文山，还有女团成员施代柔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怀疑我杀了人？你先不要激动，目前我们列出的嫌疑人都只是推测阶段，我们必须一个个排除，才能将杀谢正荣的凶手绳之以法。我承认，我当时确实有一点事情，离开了一下，但我根本没有杀人动机啊。那位庞宏伟问谢正荣借了3万块钱还不起，只好来做仓库管理员抵债。而那位调音师小姐，从入职到现在，挨骂的字数都能写成一本书了。你还不如去问问他们比较有意义吧。柔柔，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啊？谁跟你一样，有脸没脑子？那你的不在场证明呢？无可奉告。谢振荣应该是被打晕之后塞到球里去的。那么，负责管理彩球的仓库管理员庞先生，你的嫌疑可是很大的。我确实欠的钱，可是你们不能就这么断定我就是杀人犯啊！麻烦看一下你的手，可以吗？他不是凶手。怎么说？你们看，由于他在仓库工作，手上会沾一些烟花道具用的粉末。如果他挪动过谢正荣，那么谢正荣身上一定会留下痕迹。说不定在挪之前就洗手了呢。这东西哪儿都是，光靠洗手是没用的。那请问文山小姐，你的不在场证明是？我虽然有一段时间离开了，但只是因为我身体不舒服去了厕所。那谢振荣究竟是什么时候被塞到球里去的？该不会有人假扮成谢振荣的样子？其实他被打晕塞进去的时间要更早。这也不是没可能。我倒是觉得有另外一种可能性。我们所有人都看见谢正荣从某一个地方掉下来，可谁又能保证他就是从这个球里掉下来的？彩球旁边的架子是不是可以走人？是，那是横架搭出来的2楼，留给灯光师布置灯光用。走，去看看。这个滑轮和彩球的开关是一对，彩球开启时滑轮转动，带动谢正荣将它从这个横架上拉过去。这样的话，凶手只要提前将谢正荣打晕，放在这个地方，彩球就可以完全将谢正荣的身体挡住，这样就不会有人发现了。所以备用彩球挂上去的时间和犯罪时间是没有直接关系的。大龙是，重新排查犯罪嫌疑人。是。我想，并不用。
如果现在认罪的话，还能以自首的身份从轻处罚。我没有，人不是我杀的。你不会还在怀疑我吧？好吧，那只能由我来找凶器了。凶器在这儿。那是什么？麦克风悬臂支架。文小姐，你猜会不会在上面发现你的指纹呢？只要有我谢振荣在的一天，我保证，你别想在音乐圈混。想当大明星，下辈子吧。谢振荣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一开始真的只是想要找他评评理而已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看到我就劈头盖脸把我痛骂，还羞辱我。我实在是气不过，所以我才随手拿了东西打了他。不错嘛。不过我很好奇，你为什么直接把我排除掉了？因为你有不在场的证明啊。你这个戒指的晒痕也太明显了吧？刚刚是去见男朋友了。不过作为偶像明星，出入公共场合还是稍微注意点比较好。早安说的没错，你果然是个很厉害的侦探。我可不是什么侦探，我只不过是个学生。拜拜。你的事情都做完了，我在监控室看点东西。怎么样？听起来，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，那这种事情最近有频繁发生吗？有那么几次吧。我好像有间歇性失忆症。这次我干了什么？我给你打电话，你说你在监控室，等我赶过来的时候，你已经晕倒了。啊？哦，奇怪的是，监控录像已经被修好了，还恢复了一部分声音呢。监控录像修好了？嗯，我干的。我不是。是啊，难道是碰巧别人弄的？你过来看看。总共有多少录音要查？总量有500分钟以上，而且这声音太过于嘈杂了，机器根本提取不了，必须要靠人工。现在去哪儿找一个听力天才啊？你说，听力天才？谢总的脚步声又出现了，他出房间了。左转。2号。他现在在继续往前走，路过了大厅，右转下楼。5号。他开始和场工交谈。7号。等一下，他和人吵起来了。打开麦放。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不，你在我办公室里做什么？出去！滚出去！凶手应该就是那个人。现在听起来最有嫌疑，而且可以确定他是名男性。他是徐江。啊？谁？哦，一个歌手啊！你上一个手机铃声《时光旅行》就是他唱的。他才说了1个字，你确定？我确定，只要我听过的声音，我绝对不会忘。我们听说他和谢总之间好像一直有经济纠纷，所以有的时候还会看见他来公司和谢总吵架。搜查谢正荣办公室。
找谢峥嵘的。你找他干什么？我想杀了他。我跟他债务纠纷到今天都还没有结束，搞得我现在事业受阻。当时我带了把刀，偷偷溜进演唱会的后台，但没想到有一个穿着工作服的男人进了谢峥嵘办公室。一开始啊，我还以为他只是谢峥嵘的助理，没想到他走了之后，我就在谢峥嵘办公室发现了这封勒索信。可是真没想到，谢峥嵘居然死了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人不是你杀的？我发现这些事之后，就直接开车走了，因为心里没有负担，就没有刻意躲避摄像头。这些你们都能找到证据的。要我说，杀人这种事，只想想应该不犯法吧？您说的工作人员是演唱会场馆的，还是艺人公司的？应该是艺人公司的，毕竟演唱会期间，后台不准任何人进入，更何况是谢峥嵘的办公室。如果他是新月公司员工的话，恐怕女团也会遭遇到危险。我的手机呢？你怎么和我一样开始犯丢手机的毛病了？你等一下，我打过去。好像是录音室，去那儿看看。真奇怪，怎么会在那里啊？哎，你就没有在背后骂过他？没，我不喜欢骂人的。怎么没信号了？我的也是。哎，门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关上了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我问过了，他们公司会议刚散，施代柔、林书瑶、苏恒都回家了，雨潇和早安好像还在公司里。你刚才联系上早安了吗？没信号，那公司电话呢？没人接。怎么样？没信号，不会有事的。
这力气也太小了吧！从1楼开始，进行地毯式做工，每个房间都不要放过，一路往上包围。行动。是。塔塔呢？早安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了？你说话啊！先出去再说吧。你怎么说的？我就说他看见有人醒了，然后就跑了。门呢？当然他自己撬开的。嫌疑人的特征你转告了吗？我和我哥说了，他说有这些线索，应该跑不远。如果能亲手找到他就好了。他是凶手啊，而且有刀，你能在他手下安然无恙已经很不错了。早安，我们是学生。剩下这些事情交给警察处理吧。可我不是学生。你看起来并不惊讶。以前我还以为你是小题大做，原来你真的是……怎样？你是在1年前接受心脏移植手术的吗？嗯。哦，这个世界上曾有极少数的人，在器官移植手术之后有第二人格。你说我人格分裂？可以这么讲吧。但这种事情还是找医生诊断比较好吧。哎，你要是介意的话，我保证不告诉别人。哎，不过我还是觉得精神疾病这种事情。还是去看一下吧。不用了，我告诉你，我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夏早安的体内，但我并不是他，他也没有什么精神疾病。对对对，书上还说，一般分裂出来的人格都是独立的。我懂你。嗯。起来。啊？起来。哎呀！反应太慢了。一个人格不管再怎么独立，第二人格永远会受第一人格的限制。怎么看书的？哎，你是怎么突然跑出来的？我忘了。忘了。失忆、健忘、海马体受损、阿兹海默症，我随你怎么想。那总之你不要管我就是了，那也不要告诉任何人我的存在，包括夏早安。早安。等我想起来了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
你会不会伤害早安？健忘症和自残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吧？孩子，我觉得如果你真的闲得无聊的话，不如好好想想这个谋杀案。这个谋杀案已经结了，现场那么多痕迹，肯定会有指纹的。就这么简单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一种直觉而已。你快告诉我啊！如果我让你杀人的话，你怎么杀？偷偷的杀？没错，偷偷的。对呀，如果把告示贴得满城都是，那不是等着人来抓我吗？这个死亡案太过高调了，和一般的做法确实不太一样，而且那个画面确实也很奇怪。那个红色画面，我也觉得奇怪，可我到现在也想不出为什么。想不出就别想了。哎，不是你让我想的吗？破案是警察的事情，你现在最主要的责任是给我保护好夏早安，别再让他牵涉到这种命案里来，否则会连累到我。坐下，听好了，我叫爱迪生，我比任何一个人都在乎夏早安。平时你们当我不存在就好，我的事情你们不要管，也不要随便调查。你们还好吧？我还好，他，醒醒啊，没事，哥懂，毕竟你也长大了嘛。啊！我来是告诉你一个消息的，刚才你说的那个人，我们找到了。什么？我们在另一个录音室发现他昏倒在地上，看上去像是吸入了过多烟雾，导致了轻微中毒和昏迷。目前呢，只能先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治疗，其他的等他醒来再说了。备受关注的 AU 女团杀人事件持续发酵中，凶手在杀死经纪人谢正荣之后，又在公司录音室对成员于潇及夏早安进行袭击。虽然警方成功解救2人，并带走1名嫌疑人，但对于嫌疑人的真实身份以及案件进展却迟迟没有公布。庄医生，情况怎么样了？于潇就不用说了，休养2天就可以出院，但是邱子明还在昏迷当中。他也没受什么伤啊，3天了还没醒啊。我记得只要证据充足，警方不需要证人口供也可以定罪，不是吗？他有不在场证明吗？虽然没有，可是我们缺乏一个关键性的定罪证据。但是现场总能留下点线索吧？巧的是，没有。奇怪，我看他多半是在装昏吧，我去揍他一顿，看他醒不醒。哎，他身上的确检测不出异常，但无论是心率还是呼吸，都符合昏迷状态的标准。现在医院正在为他安排各项检查，看看是否有些病因是我们没有发现的。你们还是等等吧。哦，对了，你家早安还好吗？他心态倒是一直挺好的。我们这学校保安怎么也不管我呀？我家粉丝素质高，不用管。那你还天天躲着他们？本来就没出什么大事儿，他们非得开个什么康复派对。我跟你讲，有的时候吧，粉丝太过于热情，也不是什么好事，会影响生活。影响生活倒不至于啊。好像是有点影响生活。秦学长，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哎，不要先对上你，你看看这个。早安。还有这个。开盘，开盘！看样子恢复的不错吧？看他那个样子，就知道没事了。哎，对了，这是早上我在门卫收到的快递，我一看是早安的，我怕被粉丝盯上，就直接拿了过来。回头你交给他。谢谢学长，他知道的话一定特别高兴。别客气，
我有事，先走了。干嘛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今天真的是累死我了。要不是这家店出新品，我真的可以累死在这条街上。你信不信？信。所以说，吃东西不愧是人生3大希望之一。3大希望？哪3个？吃、睡，还要买。现在我们进行第2个项目，拆快递。我去给你拿剪刀。哎，不哎，等一下，你看我有。你还有这东西啊？这么小的一个盒子，你买的什么呀？我不记得了。哎，买东西的乐趣在于你下单的那一瞬间，至于东西是什么，这不重要。还挺好看哎。什么呀？拆开看看。但我真不记得我买过这个。什么？该不会是粉丝送的礼物吧？有道理。哎，我戴上试试。感觉在哪儿见过。哇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尺寸刚刚好哎。我觉得我应该给他发一条微博，再送朵小红花什么的。哎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早安，早安。走啊，有本事就往。你也猜到了。这只是个假设，虽然这方面的传说不少，但根本没有事实证据。 Eliminate all other factors, and the one which remains must be the truth. 当排除了所有其他的可能，剩下的，无论多么难以置信，那都是真相。你到底是谁？虽然我有一些模糊的记忆，但大部分事情我都想不起来了。不过看起来你也没有调查过我，应该也调查不出什么线索。没兴趣，我才懒得查。侦探不都应该像猫一样有好奇心吗？第一，我不是侦探，没有什么好奇心。第二，我有这时间，还不如多查查案子。这话是你说的。那你查到什么了吗？目前没有。不过我发现了一些线索。说说看。我记得那个红色竞争的画面，我想凶手弄了那么大个画面，应该不仅仅只是为了做背景吧。 去找这个地址，有一个叫猫宁安的人，如果他不理你，你就提最后一个名字。猫宁安 Red， 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如果这一切是一个阴谋的话，也就是说明有一个人躲在暗处，随时准备刺杀夏早安。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没兴趣再死第二次。哦，对了，去的时候记得带上夏早安啊。 神马像，啊，这名字，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？在这个流行语没出来之前，其实还是个挺正常的名字。出来之后，怎么看怎么奇怪。哎，
不过找到这个地方之后，真的就能解释我为什么会间歇性失忆吗？应该吧。走吧。这种地方连门牌都没有，像是有网吧的地方吗？他应该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吧？谁啊？哦，我的一个朋友。你有事瞒着我？没有啊。回答的太快了，也得这么讲。算了吧，实在不想告诉我也没关系，以后找到合适的时间想说的话再说吧。但是我有个条件啊，不许临阵脱逃，不许偷懒耍赖。好，知道了。还真有。你好。你好。来上网，2块钱1小时，我管结账 ，Thank you。啊，不是，我是来向您打听一个人，请问您认识猫念安吗？不认识。那您知道店主在哪儿吗？店主在里面自己找。谢谢。Hello， 你干嘛啊？想怎样？没看见我在忙啊？对不起，请问您是这儿的店主吧？对啊，怎样？我想向您打听一个人。不知道，没听说，没看见。你忘了吗？请问您认识猫念安吗？你是谁啊？就是说您认识猫念安。是我，是我圈子里的名字。你到底是谁啊？啊，我听一个朋友跟我讲，可以跟您打听一些消息。小鬼，上我这儿来买消息，可是很贵的。你有钱吗？还要付钱啊？多少钱啊？我这个人呢，做生意童叟无欺，消息呢绝对是货真价实。当然了，这个消息也分3、6、9的，就看你要哪种程度了。那最便宜的多少钱？这个数啊，我带了10块钱。10万？这么贵啊？您打打折不行吗？是这样，我问您的这个问题可能会牵涉到一宗谋杀案，如果您能告诉我的话，警方或许会给您奖励的。小鬼，别拿这种话来唬我。就算警察到我这儿来买消息，也是要付钱的。没有钱啊？向后直走右转，门在那边。谢谢光临啊！您就不能再通融一下吗？那您知道 writer 吗？你刚说 writer 啊？你怎么知道 writer 啊？还是你就是 writer？ 还是你认识 writer？ 我不是 writer， 我不是 writer。哪一个？你马上给我还钱啊！欠了我那么多钱，跑了1年，现在还敢出现我面前还钱？你给我还钱！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你。还是害怕？认识我？你早安，对，早安，来，合个影，1、2、3，来，请进。实在不好意思，请问您怎么称呼？啊，叫我梁叔就好。女神请坐。你坐那边。原来
来你是我的粉丝啊！怎么能是粉丝呢？我们是信徒。就是黑白。口渴了吧？我拿饮料给你们喝。来。谢谢。你这是什么水啊？啊，这个是崂山白花蛇草水。就是泻药加水。女神，你这个是天然矿泉水，你多去喝啊。怎么我跟他的不一样啊？任何想靠近女神身边的男生，都得被下药毒死。那个梁叔，其实我这次过来呢，是想在你这边买一个信息。你是为了这小子吧？不是，这次是我的事情。你们想查什么啊？我想查一下那天演唱会的现场情况。现场情况？你是说谢正荣被吊死的时候？梁叔，当时那些新闻不是没往外发吗？您怎么知道的？女神啊，你的哪一场演唱会我漏掉过啊？哦，对了，我这 U 盘里有些记录。就凭你那破像素，能看成什么？真是的。我想仔细的看一下那个红色的画面。你说这个啊？啊。这是什么？像是黑客密码，一般会指向一个暗网的网址。哇，这你也知道啊，小兔崽子！你可以查到这个吗？就凭那个暗网啊？能难得倒我？哼！分析完毕，分析完毕。不是我。你刚刚讲的呀？是我的电脑的提示音。我用软件模拟女神的声音特质啊。不过这不重要，重点是东西我已经找到了，已经发到你邮箱里了，你看看。啊？你知道我的邮箱啊？要找到你的邮箱还不容易吗？那梁叔，这个价钱怎么算？您看。女神，我们不谈钱，谈钱庸俗。不过你告诉 Ryder， 叫他赶快还钱，几百万的战饷躲没门儿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早安，你看，这是小静姐，她是我们女团的前成员付小静啊。她担任领舞，但她的舞一直都跳得不是特别好，而且怎么学都学不会，所以谢总对她一直有很大的偏见。不过后来在一次综艺节目上，她大放异彩，就成了我们女团里面最火的人了。她可能在团内受欺负太多了吧，所以火了之后就一直想着要跳槽到其他公司单飞，但谢总肯定不会同意啊。他们就因为这些事情起过很多次争执，吵过很多次架。再到后来，我因为做手术，其实了解的也不是特别多。都说小静姐当时在稻荷村外拍的时候独自离队，最后被盗猎团伙的流弹杀死了。早安。有件事情我要跟你说，就是关于你体内的那个人。我还真是人格分裂啊！你知道？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，怎么可能一点都不知道呢？关于他的情况，你了解多少？不了解。那你除了知道他叫爱迪生之外，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？不知道啊。你真的就没有？哦，要不我带你去找医生看看？我不去。也对，你现在作为一个公众人物，还是潜在的被害对象，现在暴露越多，你的危险就越多。所以你不去找医生，我同意。
毕竟他现在对你也不构成什么威胁。于校找你，聚会的事情吧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们女团每次演唱会之后都会聚会，这不是传统吗？而且我推测，这次的聚会地点是凯利斯汀酒店。这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演唱会之后，他打电话订酒店，我听到了。我猜这个是于小姐邀请你去。不会，他每次给你发完短信之后，后面都会写上带上米卡卡。不过请你帮我转告他，这次我不去，我懒得动。所以这条，要不就是游戏通知，要不就是话费账单提醒，是邀请。你看吧，不过是施代柔发给我的。他说让我早点去酒店，然后有重要的事情告诉我。怎么挑这种地方啊？跟迷宫似的。早安呢？还没来啊？对，早安，会带米卡卡一起来哦。你叫米卡卡来做什么呀？他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之前不是说你要……没有，我什么也没有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就是一点小事而已。哦，啊，应该是饮料来了，我去开门。应该好吧，没事。谢谢。这什么？这是您点的冷饮，这奥提妙了。这是我研制的鸡尾酒，夜莺 Le Voltiner 了。告诉你们，它可是每天限量供应的哦。啊，我请你们一人一杯。哇！啊，我告诉你们，当你们记住了这杯酒的味道，就等于记住了我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会记住你的，小酒鬼。干杯！谢谢你，这些我们不要了。我说我不要了，把这给我拿下去，现在！那我找个房间休息一下好了，等早安来了再叫我吧。我也去。啊，那夏小姐，我也先回房间去了。为什么柔柔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啊？不会有什么事情吧？好像有声音，声音？好像是那个房间传过来的。早安。你去叫人，我去追。哎，早安，你来了。刚刚尖叫的是你吗？柔柔她出事了。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等等我！喂，我抓住他了，是苏恒。我已经报完警了。真的不需要叫救护车吗？不用了。凶手应该是直接用这个玻璃碎片割断他脖子上的大动脉，没有机会了。
这也太残忍了，苏苏，你怎么下得了手啊？先别这么说，苏苏姐，你真的不能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突然离开酒店吗？你只有告诉我们，我们才能帮你啊。现在情况很明显，苏恒正准备要逃走，施代柔还死在他的房间里。这个不是施代柔的房间吗？我记得柔柔住的是507，可这里怎么会是508呢？苏苏，你是不是跟柔柔换过房间啊？不可能啊，这一看就是苏恒住的房间。对，这里的东西确实都是苏苏姐的。你到现在还不能说吗？我不是说的，但我发誓，人真的不是我杀的。我助理，不行，万安免提。接吧。喂，苏恒，我跟你说件事，你别着急。我想出去买个东西，就把你的车开走了。刹车突然失灵了，然后就跟人追尾了。你先处理吧，我这儿还有点事情。那好，我就先挂了。如果当时苏苏姐要是离开的话，那她……对，她会因为刹车失灵出车祸，导致畏罪自杀。是嫁祸吗？不排除这个可能。苏恒，刚刚你的电话我查过了，有通话记录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你会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？其实，我是接到了一个恐吓电话。恐吓电话？但我是因为接到那个电话才会匆匆离开的，而且我记得我收拾过房间了。你确定你收拾过了？当然。那就没错了。早安，你还记得我们进来的时候发现的那件事吗？像这种酒店，为了讨个吉利，很多都会把数字4给攻掉。503、505，这种酒店通常每个房间都长得差不多，很容易走错，所以凶手就将505改成了504，以此类推，让施代柔和苏恒都进入了错的房间。所以施代柔入住的，应该是我们来时寻找的507，而苏恒住的，就是他的隔壁，原来的507，现在的508。档案借我一下。你们看，里面有通话记录，这的确是苏恒的房间。所以整件事情应该是这样：凶手事先将酒店的电子门牌换成了有4号房间的样子，然后施代柔和苏恒都进入了错的房间。在这个时候，凶手趁机袭击了落单的施代柔，然后马上打电话给苏恒进行恐吓。所以这个房间才会有通话记录。没错，受到惊吓的苏恒正如凶手所料开始逃跑。如果按照凶手的计划，苏恒会因为犯案后过于紧张而逃跑，导致车祸身亡。最后，凶手只要在警察和相关人员来到之前，将门牌号换回来就好。也就是说，他的这个计划，因为我们出了意外，我们先发现了柔柔姐的尸体，然后又怀疑了房间的门牌号，最后阻止了苏苏姐的走。没错，如果不是施代柔给我发了信息，恐怕凶手就成功了。可是施代柔叫我们过来，目的是为了什么？你的推论没错，不过这个凶手很老练，指纹痕迹一点都没留下，看来凶手要重新查起了。不用，邱子明是凶手没错。我的意思是，邱子明是凶手之一，今天作案的是他的同伙。怎么说？谢正荣一案和录音室一案，作案手法简单有效，结构严谨，
而且整个犯案过程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而今天的案件突然发生了点意外，但并没有像谢正荣案一样及时进行补救，所以这2个案件应该不是同一个人。那为什么你又认为他们是同伙？因为他们的犯罪很从容，作案手法相当严密，应该不是一个人能办到的。而且我总觉得他们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杀死一个公众人物，这个事情应该没那么简单。看来谢正荣的案子是结不了了，连邱子明的嫌疑也要重新考虑。要准备开始并案调查吗？虽然并案调查还需要一些程序，不过我想应该是同一个人做的。这段时间我会派警方保护女团成员，你要多注意夏早安的安全。我？怎么，这点事你都不愿意做？我倒是挺愿意的，只不过我还以为你会让我赶紧退学呢，离开这个地儿。你怎么会这么想？你记得小时候，我记得是因为一起凶杀案，你差点带着我连城市都搬了。那时候不一样嘛。反正你要是有遇到情况，告诉我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老米，监控录像只录到一个模糊的人影，然后我刚刚跟交通部确认过了，苏恒汽车的刹车线的确是被人为拧断的。看来要对苏恒采取监视性保护措施了，就不知道他答不答应。我觉得他应该会答应，毕竟他还挺惜命的。找我来这里到底有什么事？现在是把我当嫌疑人了吗？没有这个意思，我们只想收集一下信息，希望你能够配合。警方目前根据演唱会的线索分析出来，凶手和付小静似乎有着某种联系，由此我们认定这应该是熟人作案。你们又是付小静案件的相关人士，所以想跟你们了解一下当时事情的具体情况。我们几个前几年因为工作去了稻河村，结果他是因为盗猎人的榴弹意外身亡。我是在付小静前辈意外去世之后才替补上团员的。小静出事前，我让她抽了一张塔罗牌，你知道她抽到了什么吗？死神。那天天气不是很好，有可能会下暴雨。我劝她别出门，但怎么拦都拦不住。我只好跟在她后面，偷偷保护她。没想到跟到一半就下起了大雨，我就跟她走散了。所以我就一个人回酒店了。就因为这，大家就怀疑她的死与我有关。这什么鬼逻辑啊！我是听说了，当时因为前辈的人气非常的高，所以好像有很多大公司都想把他挖过去，但是他好像没有想要拒绝的意思，所以谢总好像因为这件事情对他不太满意。我找你来，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女团的事情。我们调查了付小静死亡前后的所有资料，推测出来女团杀人事件跟付小静之死有关，并且我几乎能够确定付小静的死有问题。小静的死有问题？这是稻河村风景区的平面图，这一块是旧区，2年前由于盗猎者过于猖獗，关闭了，现在只有新区开放。按照女团几人的说法，当天付小静前往景区游玩，队长于潇预感晚上会下暴雨，他不放心，所以跟着他一起。但是2人在途中走散了，回到旅店的只有于潇。的确，晚上下着暴雨，能见度太低了，女团几个人不敢出门寻找，于是等到第2天，连同搜索队一起寻找，最后在旧景区里发现付小静的尸体。你们看这个位置，这是于潇口供提出他与付小静走散的位置。你们设想一下，在大雨中你们跟人走散，你们是会沿着更宽阔的路线走，还是更为偏僻的角落走？你是说于潇姐杀死了小静？不是，我哥的意思是，于潇在这件事上撒了谎，但他未必杀死了小静。没错，所以我才想问你当年事情的细节。我当时正在做手术，也没和他们一起去稻河村啊。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吗？早安，一切外人不知道的异常情况都可以讲。你让我想想啊。我是不可能放你走的。公司一开始本来就无所谓我在不在女团的，现在看我红了，你们就想抱我大腿了。总之这件事就是不可能，我告诉你，连想都不准想。听到没有？还有个听墙角的。当时小静一直闹着要解约，这个算异常吗？解约？
我当时是去找谢总开会，没想到就在门口听到那些话。虽然公司一直没有对外公布过这件事情，但是听说在内部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。后来小静过世了，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。我记得，当时你们女团是在付小静意外死亡发生事件之后才红的吧？谢总啊，就是擅长一些营销手段。同时，他又借着小静死亡的新闻，把女团大大炒作了一把。但是我一直觉得，无论怎样，小静都是我们女团的一员。她那样做真的……你们不会觉得凶手就是我们自己人吧？现在女团处于危险之中，而且凶手潜伏在暗处，随时会出来杀人。哎，夏早安！哎，夏早安，你好！现在施道柔已经遇害，AU 女团后续将如何发展，你知道吗？AU 女团内部有没有对凶手是谁做过初步的判断？这与星月音乐的股权变动有关系吗？对不起，我不了解。哎，等一下！网上一直有传言说，这一切都是意外死亡的前成员付小静的复仇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我们想知道当年付小静之死是不是有什么隐情，请说一下。高陵大学，钱大人等不得入内。我是记者。有通行证没有？没有就不许进。哎，夏早安，别走啊！说明一下，不要走啊！哎，早安。我听说学校旁边的书店进了新漫画，要不要去看看？算了。怎么了？孩子难过啊？卡卡，你那么聪明，肯定能找到凶手是谁吧？到时候不许瞒着我啊！所以，到底有没有什么新进展？好。首先，我们可以确定，这是一起有预谋的、极为精巧的连环杀人案。但是仔细对比一下，从第一个谢正荣案，以及第二个录音师案上来说，他们的作案手法更为谨慎一些。我记得，当时凶手是利用了那些黑客代码破坏了监控录像，所以就算是最后把声音全都恢复了，也不会暴露他的痕迹。而且在录音室附近，好像也没有发现任何指纹，对吧？对。所以不管从哪一个角度上来看，这都像是一个极为熟练的犯罪天才做的。但是施代柔一案就不一样了。怎么说啊？施代柔案的布置和结构也很精巧，但凶手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忽略掉了太多细节。当时凶手是想伪造苏苏姐出车祸畏罪自杀，但是恰好他的车又被助理给开走了。如果换做以往的凶手，绝对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。所以有2个凶手。那邱子明果然没有抓错，负责执行的那个凶手呢，被警方控制起来了，所以躲在幕后策划的这个人就只能自己去完成整件事情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，现在这个作案者作案不是很熟练，而且他就在我们身边，一定会渐渐暴露出很多破绽，说不定我们可以从他身上找到一个突破口。哎，对了，邱子明呢？他还没醒。还没有。我听大龙哥说，医院的医生每隔1小时就去他病房查一次，他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出奇的异样。那有没有什么办法？连利尿剂都用上了，根本不管用。反正我觉得吧，那家伙一定是在装晕。哎，装晕可不是装睡，他要将自己的心跳、呼吸速度都维持在一个非常非常低的状态，不仅不能动，连睡都不行。我记得装晕的世界最高纪录是前克格勃特工创造的52个小时。他如果不是真的身体有问题，就是在挑战世界纪录。可我还是不太放心。行了，别想了，邱子明这是没戏了。我哥打算从付小静案入手。今天他邀请你们几个女团的人去警局聊聊。哎，正好我要去给他送饭，你有兴趣可以一起去看看。你只是送饭？你就不想帮点忙？上了1天的课了，我可不想给自己找事做。那你一点都不好奇凶手是谁吗？不好奇。那你也不想帮忙推理？不想。
我承认，有那么一点好奇，也想帮忙出主意。不过我不想给我哥添麻烦，他也不想让我参与这种事儿。那不牵扯命案的事儿呢？比如说找人之类的。找人比查命案更危险，这是我哥跟我说的。这个不让做，那个不让做，你哥对你的保护有点过头了。刑警的职业危险是很高的，他小心一点也很正常。可你是个天才啊，这样有点磨灭天分啊。你对天才的定义也太低了吧？我不管，反正这事儿交给你了。哎，怎么又是我啊？有句谚语说得好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这是……哎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那个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，交给你了，就这么定了啊。哎，我走了。据悉 ，AO 女团成员被警方强制带入警局。喂，没事，我刚睡了一觉。什么发布会啊？女团自建立初期就团结一心，绝对不可能出现任何的蓄意报复事件。杀害傅小静的盗猎者已经绳之以法。AU 女团自始至终都相信警方的判断，此次被叫入警局，也是为了给警方提供更多的证据线索，以便警方破案。但在此期间，星月音乐基于女团成员的安全考虑，决定将之前的集训场所作为安全屋，把剩余女团成员全都保护起来。这根本是乱搞，就算有安全屋，也是由我们警方来安排。哥，你说父母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啊？他们啊，两个都是麻省理工的高材生啊，一个学基因工程，另一个是计算机，其他具体的我也不是很了解。怎么了？突然想问这个？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当年研究中心发生爆炸，还是我背着你跑出来的。可是我怎么就记不起来了呢？你要是记起来，就见鬼了。啊，对了，你不是孤儿。我当然不是孤儿了，我不是有你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他们是真的爱你。又怎么了？哎，你谁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想让你帮我查些事情。哦，傅小静的话，我一直在……不，是 Water。有什么线索吗，梁叔？完全没有。他在暗网上的手段比我还高明。我曾经追踪过他的 IP 地址，结果直接连到欧洲一个国家的国务院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坐了半年牢。那在那之后，你就再也没有和他联系过了？这家伙凡是有事儿，一定会来找我。一开始出手还蛮大方的，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越来越抠，还开始赊账。那他一般都会让您做些什么？能有什么好事儿？
要么就是帮他找点犄角旮旯里的，要不然就找些莫名其妙的材料。嘿，要不要来点？谢谢。反正啊，我在猜，他做的肯定是杀人越货的勾当。杀人？雨辰，会来我这儿问消息的，10个有9个会把牢底坐穿。他算是这里边最在乎自己秘密的一个。不过，我曾经对几个他要我调查的人进行过后续调查。那最后，他们都怎么样了？死了吗？不，我又坐了半年牢。你也真是辛苦了。所以啊，我后来也再没管过那小子。雨辰，你为什么突然问起他啊？卡卡好像和他有点关系，我总不能什么都不管吧？这你放心，这家伙对自己身旁的朋友还是很够意思的。不过，这不是他赖账的理由啊！你赶紧告诉他，欠钱赶快还，要是真没钱还，就去坐2年牢，让我解解气。走。你哥不是不让你参与这些事儿吗？你怎么一大早就跟我跑过来了？你助理不是请长假了吗？如果我不去的话，你也太惨了。那我住那儿的那段时间，你会去看我吗？会。可是那离学校可不算近啊。我就早点起床呗。哎呀，太感动了！你说你这么靠谱，是不是得给你发一份助理工资呢？不过嘛，最近我也没有什么想买的东西。借口。这个最新出的限量卡带，只好我自己一个人买了。哎，自己看。限量卡带？哎，早安，先把我工资给我吧，好吧？啊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一大早就被拉到这里当劳力，觉都没睡好。不是我说，我助理他一个人拿这些东西不在话下，她还是个女生呢。我是个文人。卡卡，能跟你们比吗？这么早就来了？大龙哥早。早啊！哎，快点快点！卡卡，一大早的，你这么累啊？我哪天不累啊？来，我帮你。大家早上好。不对，怎么又是这张？再来一次。给我出来。你没事吧，苏苏姐？没事。塔罗牌这种东西，随便玩玩就好了，别当真，免得给自己找麻烦。而且小静姐的事情也不是我们造成的。总之，赶快分完房间，赶快走。我一直住3号，你们怎么选呢？5号房。那我就2号好了。不行，我算过了，2号属金，运势比较好，我只能住2号。哦，那我住1号也行。那赶快走吧，公司会负责我们一切生活起居。大家自己房间自己收拾，估计我们要住上一段时间了。哎呦！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卡卡，我从今天起就要开始蹲大牢了。说好了，1天来看我2次，不许耍赖。好，我答应你的事哪件没做到？等这件事情过去了，估计你们公司总会放你自由的。但愿吧。哦，对了，早上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找梁叔去了？啊？就那天，你不是说有事儿，是不是去梁叔家了？哦，
你可能没注意到，你的手机上沾了一点黑巧克力，那是梁叔最爱吃的东西。是不是因为爱迪生的事儿？那你怎么一个人去？你从小到大就是又懒又不爱运动，特别嫌麻烦。大蜜哥也不希望你参与这种容易引火烧身的事情上来，但我偏偏就喜欢每天都拉着你东跑西跑，各种破案，什么绑架啊、凶杀。因为我一直觉得，既然你有推理的天分，那你就有义务伸出援手，伸张正义。但是，爱迪生这件事情不太一样。你怎么会认为我不愿意呢？你不是说了吗？说什么让我自己去医院找医生解决这个问题，还说有时候找人比破命案更危险。我就想着，我都已经怂恿你来破案了，那其他事情就不麻烦你了。爱迪生的事儿是因为太复杂了，我跟你说太多，怕你会担心。这件事情交给我吧，我会弄清楚的。不怕麻烦。早安。自从我和你认识以来，我们接触的每一个案子，破不破，对于我来讲，根本不重要。唯一重要的就是……什么？是……我不想身边的人遇到麻烦。